大家好，我們今天來聊一個大家都以為自己超熟的節日——聖誕節。但你想過嗎？那些我們超愛的聖誕樹啦、交換禮物啦，這些東西，說真的，跟耶穌誕生的那個故事到底有什麼關係啊？好像沒什麼關係吼。沒錯，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挖一挖聖誕節背後那個超迷人又有點複雜的真實歷史。所以你看，聖誕節基本上就像有兩個平行的宇宙，一個呢是我們在教會聽到的那種很神聖的，有耶穌誕生啦、牧羊人啦、東方三博士來訪的那個故事。那另一個宇宙呢，就是我們現在過的這種嘛，有聖誕老人瘋狂交換禮物，家裡擺一棵超漂亮的聖誕樹，還有一定要吃的家庭大餐。所以問題就來了，這兩個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故事是怎麼叮一聲合體變成我們今天過的聖誕節的？這就很值得玩味了。OK， 那我們就先從最核心的部分開始看起吧。想搞懂聖誕節，那當然就要先了解 Christ 這個字，也就是基督，對吧？所以我們先來深入看看耶穌誕生的故事。這裡有個很有趣的地方哦，我們現在腦中那個耶穌誕生的畫面啊，其實不是單一一個故事，它比較像一張精選集，是從新約聖經裡面的兩本書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把各自的精彩片段拼湊起來的。你看啊，馬太福音這邊呢，講的是耶穌的皇室血統，還有東方三博士來朝聖，甚至還有躲避追殺、逃到埃及這種比較驚險的橋段。那路加福音呢，就比較溫馨，像是天使跟瑪利亞報喜啊，耶穌在馬槽出生啊，還有天使跟牧羊人唱歌報佳音啊。所以我們現在的版本呢，就是把這兩邊最經典的畫面全部剪在一起的結果。好，那講了這麼多故事細節，對基督徒來說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麼？其實就是這個詞“道成肉身”。聽起來很深奧，對不對？但簡單來說，它的意思就是至高無上的上帝竟然變成了一個普通的人，一個小小的嬰兒，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這就不只是一個好神奇的神蹟而已，它更代表了上帝跟人類之間有了一種非常直接的連結。所以這才是整個聖誕節慶祝活動的真正基石。這個道成肉身的概念，其實用一個名字就能完美解釋了，那就是以馬內利。它的意思就是上帝與我們同在。你聽，這名字是不是超有力量？它表達的信念就是上帝不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他是真的親身的進入了我們人類的歷史當中。所以對信徒來說，聖誕節不只是在紀念一件很久以前發生的事，它更代表一種直到今天都還存在的盼望。OK， 故事的核心我們了解了，那下一個問題就來了，日期。為什麼偏偏是12月25號？這個日子到底是怎麼來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超有趣的歷史謎團哦。對，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去翻聖經，從頭翻到尾，真的完全找不到任何地方說耶穌是哪一天生的。那12月25號這個數字，到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關於這謎團呢，學者們大概有兩種主要的說法。第一種呢，叫做不拜太陽神理論，簡單說就是當時的羅馬帝國在冬至的時候會慶祝一個叫不拜太陽神誕辰的異教節日，所以有人就覺得教會乾脆就把這個日子借過來，把它基督教化，用來慶祝耶穌的誕生。那第二種說法呢，就比較神學一點，叫做受孕推算法。這個理論是這樣算的，他們相信耶穌是在3月25號，也就是春分那天受孕的，因為春分象徵新生嘛。好，那從3月25號往後推算9個月，剛好就是沒錯，12月25號。你看這兩種說法是不是都很有趣？也讓我們看到這個日期的來源其實還蠻複雜的。好，神聖的故事和神秘的日期都聊完了，現在我們要來聊聊大家最熟悉的部分了，就是那些世俗的傳統。我跟你說，你等一下可能會嚇一跳，因為很多我們覺得聖誕節不就該這樣嗎的習俗，他們的歷史要麼就是很短，要麼就是跟基督教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先從一個很古老的詞開始，叫做 Yule。
這個詞的來源可能跟古時候日耳曼人或盎格魯撒克遜人有關。他們用這個詞來稱呼慶祝冬至的節日。這代表什麼？這就代表在冬天辦大型派對、熱鬧慶祝的這個傳統，其實比基督教的聖誕節還要早非常非常久哦。再來看看聖誕樹，這可以說是聖誕節的 C 位象徵了吧？但它的演變過程其實也超慢的。你看哦，最早的記錄在1494年，那時候的人只是在家裡放幾根冷杉的樹枝而已，一直要到100多年後的1605年，才終於出現了有裝飾的樹。然後嘞，又過了幾年，到1611年，才有人想到，我們可以在上面點蠟燭。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看到的聖誕樹是花了幾百年才慢慢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那其他的傳統呢，也很有趣哦。比如說，家人之間互相送禮物，這要到18世紀才開始流行。我們唱的那些聖誕歌，也是18世紀才又重新紅起來的。更不用說聖誕卡那種一個一個的降臨節日曆，這些東西幾乎通通都是19世紀才發明的。所以說真的，很多我們以為老早就有了的傳統，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年輕很多。那聖誕老人呢？哇，他這個角色就更經典了。根本就是基督教跟民間故事的完美混血兒。它的原型是來自一個叫做聖尼古拉的基督徒聖人，但是到了19世紀，有一首詩叫《聖尼古拉來訪》，哇，這首詩的影響力超大，直接就把聖尼古拉塑造成我們今天認識的那個胖胖的、穿一身紅、駕着雪橇的慈祥老公公。好，所以你看，宗教故事加上世俗傳統，就變成了我們現在的聖誕節。那這個組合包傳到世界各地之後，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我們最後就來看看聖誕節是怎麼變成一個一直在演變的全球化節日。聖誕節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個到哪裡都長一樣的節日，它超級有生命力，每到一個地方就會跟當地的文化結合，變出新的花樣。比方說，在墨西哥，他們會有遊行，重現瑪利亞和約瑟到處找地方住的那個場景。那在南半球的巴西呢，他們過聖誕節是夏天誒，所以他們的慶祝方式就是去海邊野餐、放煙火。在印度，他們裝飾的不是松樹，而是芒果樹或竹子，超酷的。那在日本呢，大家比較喜歡的是聖誕節的氣氛，像是漂亮的聖誕樹啊、好聽的歌啊，宗教的部分就比較少人接觸了。所以說到底，聖誕節就是一個信仰、歷史還有文化的大熔爐，它吸收了古老的傳統，又融合了神聖的故事，然後在世界各地被大家用自己的方式不斷的重新創造，這就讓我們很好奇啦。那接下來聖誕節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也許就看我們怎麼去過它嘍。